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今天才发现，把生姜丝装进塑料瓶里，用处可太厉害了。这简直就是省钱又实用的宝藏小妙招。家人们学会了可别错过，赶紧回家试试看，说不定有超惊喜的效果。俗话说，加倍生姜，小病不慌。生姜作为常用的调味品，在日常做菜时几乎每天都会用到，所以大家平时都会买一些存着备用。然而生姜一时用不完，就容易出现损坏或干瘪的情况。要是生姜出现了一点腐烂的迹象，很多人就犯难了，直接扔掉又觉得可惜。其实学会今天的这个方法，就能把这些看似没用的生姜利用起来。首先，我们把生姜给清洗干净。有人觉得烂姜不烂尾，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。即便生姜只是烂了一点，食用之后仍然会对我们造成很多不良影响，所以千万不能吃腐烂的生姜。不过，就算生姜外表干瘪腐烂，它原本的作用仍然在，尤其在清洁方面，比洗洁精还好用。它对付水垢和顽固油渍效果超强。把生姜表面的泥土搓洗干净之后，再加入清水将它漂洗干净，然后控水捞出。先把生姜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。很多朋友可能不清楚生姜为什么具备清洁效果，这主要是因为生姜中含有的姜醇具有显著的去污能力，而生姜所含的姜辣素只能发挥杀菌作用，因此使用生姜进行清洁，效果十分出色。生姜切好之后，准备2个塑料瓶，用平时喝水的矿泉水瓶或者饮料瓶就可以。如果用饮料瓶，要将它多冲洗几遍，因为饮料瓶若清洗不干净，后续发酵时会产生异味。然后把切好的生姜丝装进瓶子中，再拿出家里的可食用小苏打，用勺子取一勺，分别加入2个装有生姜丝的塑料瓶中，每个瓶子加入1到2勺即可。之后再往每个瓶子中加入50毫升的白醋。白醋加进去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会发生化学反应。之后再往里边加入清水，但注意不要装得太满，使瓶口预留1/3的空间，因为后续发酵会产生大量气体，若水量太满，瓶子可能会爆开。将瓶盖盖上并拧紧，然后拿起瓶子摇晃1分钟，让水、生姜丝、白醋和小苏打充分混合。之后放置在家里阴凉干燥的地方发酵3天，注意不要将其放在阳台，要避免阳光直射导致爆炸。在发酵期间，最好每天打开1次瓶盖，释放里面的气体。由于发酵会产生大量气体，为防止塑料水瓶因承受不住压力而炸开，每天释放1次气体能降低风险。释放完气体后，再拧紧瓶盖继续发酵。3天过后，姜丝苏打水就发酵完成了，瓶里的液体也已经变成了黄色。那做好的姜丝苏打水能干啥呢？可以把它当作清洁剂来使用。很多人洗碗时总会感觉很油腻，为了洗干净碗边的油污，往往会加入大量的洗洁精。然而洗洁精漂洗起来也是很麻烦，即便漂洗了好多遍，用水一冲，碗碟还是会冒很多小泡泡，所以只能清洗很多遍。而且很多人都觉得洗洁精残留在碗筷上对身体有害，
而且用多了难免会有累积效应。过多摄入洗洁精对人体的危害不容轻视。那么我们不妨试试自制的洗涤溶液，把溶液直接喷洒在油腻的碗上，再用百洁布一刷，几秒钟的功夫，碗就会被洗得干干净净。自制的洗涤溶液效果这么好，是有原因的。小苏打主要成分是碳酸氢钠，还有少量柠檬酸，这两种物质都呈碱性，能很好的去油污。生姜里的姜辣素则可以杀菌，清洁效果超棒。用它刷完碗，直接用水冲一遍，油腻的碗筷很快就会变得洁净如初，比用洗洁精健康多了。这瓶生姜水清洁餐具的效果丝毫不输洗洁精，洗完之后还有一股特别的姜味，去油污效果相当出色。发酵好的姜丝苏打水除了清洁餐具，还有很多其他的用途。我们可以把溶液过滤出来，然后准备一个喷壶，将过滤好的溶液装入喷壶中。装入喷壶前一定要过滤，防止喷壶堵塞，这样使用起来更加便捷。厨房是油烟重灾区，早上刚清洁完的灶台，炒一顿菜就会变得沾满油污，油腻腻的，即便用洗洁精清洗2次，也未必能完全洗净。这时自制的清洁剂就能派上用场，将它喷洒在有油渍污垢的地方，污渍顽固处可以多喷一些，然后静置5分钟。时间到后用抹布擦拭，你会发现油污一擦即掉，而且没有泡沫，无需担心残留问题。不管多顽固的污渍，只需一喷一擦，就能让厨房表面洁净如新。这是因为生姜中的挥发油能有效软化和去除污垢，再加上小苏打的强大去污能力，二者结合能将油污清洗得干干净净。可能有人会觉得市面上的洗洁精效果更好，但强烈清洁剂虽然去污能力强，却增加了大量化学物品，清洁后会产生刺鼻的化学味道，长时间接触还会对人体有害，所以建议尽量少用。而自制的生姜苏打水味道温和，只有淡淡的香味，清洁效果十分出色，不仅能达到良好的清洁效果，还能避免残留和异味，长期使用能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。最关键的是，使用这种自制清洁剂不用担心对人体有不良影响，快回家试试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